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明达全球。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明达全球 Minda Global Berhad 简称 Minda 是一家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从事提供教育服务，致力于改善马来西亚的私立教育环境。Minda 拥有10多年的卓越教育经验，旗下拥有多家大学和学院以及国际学校等，同时也拥有来自3大洲超过55个国家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目前已经培养出了多达2万名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Minda 旗下的机构一直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行业的先驱，提供着由马来西亚资格认证机构认可的文凭、学位和研究生课程，以完全认可的5年医学科学课程而闻名。除了药学课程，Minda以医疗保健为重点的大学，是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拥有临床药学硕士学位的大学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所拥有药学博士学位的大学。Minda 是在2018年2月上市于大马交易所的，目前在大马交易所的主板的消费股当中排名第6位，拥有着大约2亿6千万令吉的市值。第二点，Minda 的业务主要分为4个部门，那就是大学部门、学院部门、国际学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Minda 的大学部门包括 Cyberjaya University 和 Asi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Cyberjaya University 位于 Cyberjaya， 占地5英亩，是马来西亚一流的医疗保健大学，拥有跟领先公立大学同等评级的5星级评级，提供这20多个课程，包括学位、硕士和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课程等等。Asi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位于2个不同的地区，一间是在Johor Bahru的主校区，占地约5万平方英尺，另一间则是在 Cyberjaya， 占地5英亩。截至2021财政年，公司的大学部门所贡献的营业额占了总营业额的85%左右，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至于公司的学院部门，就是 Cyberjaya College， 而 Cyberjaya College 又分为3个不同的学院，那就是 Cyberjaya College Kota Kinabalu、Cyberjaya College Kuching 和 Cyberjaya College Central。截至2021财政年，学院部门大约为公司贡献了12%左右的营业额，当中就以 Cyberjaya College Kota Kinabalu 贡献的收入最多。最后就是公司的国际学校和其他部门了，分别有 Oxbridge Language Centre、Asia Metropolitan International School 以及 SMR HR Group， 只贡献了大约 1.8% 和 1.2% 而已，所以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第3点，现在的 Minda 跟一开始上市时的公司可以说是个不同的存在了，毕竟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无论是公司名、业务、管理层还是股价。要说唯一没变的，应该就是公司的股票代码吧，还是维持着当初上市时的5亿66。话说一开始以5亿66的股票代码挂牌上市的公司，是名为 Master Skill Education Group Berhad， 堪称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护理学院经营者，在上市筹措上亿令吉的资金，是2010年马股 IPO 的最大公司之一。不过好景很快就不好了，由于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动，高度依赖于贷款 PT/PTN 的学生的 Master Skill， 在上市未满2年便开始蒙受亏损，在2013财政年更暴亏了 1.6亿令吉，直接将老本亏剩15% 不到。2015年4月 Master Skill Education 被 Asia Med Education 取代，公司的灵魂人物 Dr. Balan 首次以执行董事身份出现在年报中，成功大幅降低公司的亏损状况。只不过 Dr. Balan 担任了短短7个月就退出了董事局，而 Asia Med 虽然亏损程度下降了，不过仍然持续亏损中。2018年初 Asia Med 被 Minda Global 取代， Dr. Balan 重新回国到董事局，并且担任起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员兼单一大股东，力挽公司的亏损状态，成功在3年内将公司扭亏为盈，至此踏上了盈利的道路。第4点，
明大的收账能力似乎并不太理想。从2021财政年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贸易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是比去年来的低的。这里有2种可能性，要么就是公司收到钱了，要么就是被减值损失掉了。仔细去了解可以发现，原来公司的贸易应收账款一共有6700万令吉左右，不过有4800万令吉，或是72.6%是被减值损失掉了，而其他应收款也有26.4%的减值损失。再往信用风险的页面去看，可以发现公司的4800万令吉的减值损失有91%是100%预期信用损失，另外8%左右的预期信用损失则是来自于已经逾期超过半年以上的数额，也就是说99%的减值损失有很大可能性是收不回来了，所以很明显就是收账能力不佳。当然，减值损失只是预期收不回的钱，并不是说一定是收不回的。只不过根据财报中的数据显示，公司在2020和2021财政年一共已经注销了超过1000万令吉的贸易应收账款。与此同时，大量的贸易应收账款以及长期未清偿的款项已经受到独立审计师的特别关注了，并在年报中表达了他们的回应。第5点，明大2022财政年第4季度的业绩是相当不错的，营业额达到了3441万令吉，跟去年同季几乎是持平的，只是稍微掉了0.5%。而净盈利则录得了305万令吉，比去年同季大幅上涨了148%。这季度获得这么不错的业绩，主要是因为活跃学生人数增加。这是因为第4季度是公司的大学学院开学的时期，会有大量的新学员报名申请进入该大学学院就读，所以为公司贡献了更高的收入，包括额外的辅助收入，如注册费。公司也在季报中提及到，随着2022财政年成功将品牌进行重新塑造，也就是将学院整合到由 Cyberjaya University 掌管的 Cyberjaya 教育品牌中，目前已经做到了进一步发展统一品牌而实现增长前景的准备。与此同时，管理层也将继续保持关注客户的满意度，以及确保成本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当中。第6点，明大有着非常庞大的债务。翻开公司的2022财政年第4季度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公司目前手握510万令吉的流动现金，而贷款方面一共有1900万令吉左右，感觉上也并没有相差很大。为什么说公司有着非常庞大的债务呢？继续翻阅季报就可以发现，公司的债务竟然高达1亿5000万令吉，而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长期的租赁负债。那租赁负债就是包含了什么呢？季报中并没有透露详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到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了解的。租赁负债中包含了用作大学校园和办公室的租用土地及建筑物，以及电脑设备和汽车等等，当中就以建筑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租赁负债。由于这里的租赁负债需要缴付利息，所以就跟银行贷款一并被视为公司的债务了。第7点，明大的财务状况是属于健康的。根据网上搜寻到的数据，截至2022年年尾，明大的 Debt to Cash Ratio 有高达25倍这么多，而 Debt to Equity Ratio 则只有区区的0.56倍而已。那为何公司的 Debt to Equity Ratio 会这么低呢？其实只要我们去看季报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主要就是公司的股本太过于庞大了。所谓的股本，也就是股东们用来购买的股票、附加股、凭单、私下配售等等的钱。换句话说，就是股东们帮公司顶着债务的压力。不过由于公司的大股东 Dr. Balan 握有超过58%的公司股权，看来顶着大部分债务压力的正是 Dr. Balan 本人。所以虽然说公司的债务相当大，但是股东权益也不小。以会计角度来看，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属于健康的。第8点，明大有着非常庞大的累计亏损。各位有看到股东权益中有一项非常庞大的负值数额吗？
这就是累计亏损，是公司上市以来一直累积下来的亏损总额。如果是正数，就代表是累计下来的留存收益。那 Minda 是何时开始变成累计亏损的呢？我根据历年来的年报做了一个统计，公司开始从留存收益转变成累计亏损是在2014年，随后的累计亏损便逐年扩大，一发不可收拾。2020年的累计亏损更是一度要突破2亿令吉的大关，所幸最后还是没有往更坏的方向发展。目前是累计亏损降低的连续第2年，虽然还有这1亿8600万令吉的累计亏损，不过相比起之前持续不断的亏损，现在的状况算是有所改善了。只是有着这么庞大的累计亏损，要回到之前的留存收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投资者也不用妄想会有什么派股息活动了。公司有赚到钱，也会先拿去填补累计亏损那部分，除非公司不想将累计亏损变回留存收益咯。不过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的公司。第9点。Minda 是一间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目前的董事局成员一共有6位，那就是 Muhammad Syahrom、Dr. Balan、Maha Balan、Dr. Rafia、Dr. Muhammad Syukur 以及 Esther Tan。在这6名成员当中，就只有任职董事总经理的马哈巴兰有执行决策权的能力，其余的5名董事成员都是属于非执行董事，并不在公司管理层担任日常职务。马哈巴兰是在2022年开始就职董事总经理的，上一任的董事总经理就是马哈巴兰的父亲 Dr. Balan。虽然 Dr. Balan 目前已经退居非执行董事，但是他还是公司的单一大股东。通过 SMR Education Sdn Bhd 牢牢掌控这公司接近53%的股权，也就是说，股权和决策权这2大权力都由 Dr. Balan 和 Maha Balan 两父子控制住，所以证明 Minda 就是一间家族企业。第10点。Minda 存在着潜在私有化的可能性。2023年2月7日 ，Minda 收到 Special Flagship Holdings Sdn Bhd 的通知信，说已经和 SMRT Holdings Bhd 签署股权买卖协议，将收购 SMR Education Sdn Bhd 的100%股权。根据新闻的报道 ，SMR Education 目前掌控着大约42% Minda 的股权，所以一旦交易达成后 ，Special Flagship Holdings 将取代 SMR Education 成为 Minda 的单一大股东，并且将触发强制收购，可以买下其余未持有的股票，从而导致 Minda 有可能被私有化。不过，这些仍然需要取决于 SMR Education 的交易最后是否能够顺利完成。目前来说，还是有点言之过早。这里顺带一提，刚才提到的众多公司，无论是 Special Flagship Holdings、SMRT Holdings、SMR Education 还是 Minda 等等，其背后的大股东都是 Dr. Balan。以上就是关于 Minda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